我相信你们试驾了这辆车过后，很有可能就会想要买这辆车。Toyota 这个 logo 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故障率是肯定比较低，保养费也不会很贵。如果你喜欢这种很安静的驾驶体验啊，那这辆车就很安静，没有声音，好像死火了这样。这个驾驶体验是真的好太多，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试驾这辆车。会不会因为今天试驾过后又买多一台车呢？就多嘛得，你们家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有一台这样子的老车呢？这种旧车就会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大镜或者车窗会有油膜或者水印。晚上开车或者遇到下雨天，你就会开车开到非常的 back check。不管你的 wiper 换了几根超的 wiper， 你在烧水过后都会留下水痕，前方车灯照过来还会有水痕痕迹啊。所以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个 Droplet 的去油膜、去水印的研磨剂。你只要把它倒在包装里面配给的一个 span 上面磨一磨 polish 一下，就会把非常难看的那一个水印清除掉。即使你遇到下雨天或者有水泼溅在上面，都不会残留水痕啊。而且这个研磨剂的价钱也不会很贵，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会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就可以去到 Droplet 他们的官方 Shopee 网店或者 Lazada 官方网店查看它的价钱了啦。那么好看的 Droplet 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影片内容啦 ，Let's go！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啊。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这辆车呢，就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不久的 Toyota Vios HEV。讲到发布不久，可能有些人就 confused 了，这辆 Vios 不就满大街都是吗？没有错，包括我自己也买了一台第4代的 Toyota Vios， 但是我买的那一台 Toyota Vios 呢，其实是一个纯燃油版本，而这一台身后红色这一款呢，是一个 HEV。混动版本啊，也就是讲，它除了像我一样有一个1500cc 4缸自然进气引擎的 engine 在驱动这辆车以外，还有用电动马达来驱动它。所以听到电动马达就会想到什么？好像 EV car 一样，非常迅猛的加速表现，再加上更加省油，因为它是一辆 hybrid 车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车的整个外观表现是怎么样的啦。因为这一次的 Toyota Vios 呢，它不算是一个小改款，也不是一个大改款啊，只可以算是一个新加入的一个 variant 车型啊，所以我们在外观方面呢是不会看到有多大的新调整啊。不过这一台因为是一个 HEV 版本嘛，所以我们来到车身侧面看到它的 Sport Rim 呢，就可以发现它从原本17寸的 Sport Rim 换成了16寸的 Sport Rim， 比较小一点点啊，应该是为了控制油耗啦。轮胎尺寸方面是一个195/60 R16的轮胎 ，Sport Rim Design 方面一样是银黑双色调的这个撞色 design， 不过它做成比较像那一种电动车这样子，小小的开口，应该是为了阻隔这个乱流吧，也就可以比较省油，比较省电。Sport Rim 是5个螺丝孔啦。前脸方面，因为这一台不是一个 GRS 版本哦，所以它的 bumper 基本上和之前我的那一台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 Vortex Generator 也是保留下来了。这个看到吗？是可以真正把这个空气传导到轮子的位置去哦。我自己的 Vios 呢，在轮胎方面我就有装 TPMS， 就是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所以呢，我可以看得到哦，前轮啊跟后轮，在我高速行驶可能100-200公里过后啊，明显可以察觉到前方轮胎的这个轮子的温度会比后轮的来的低，应该就是这个 Vortex Generator 的功能了啦，可以让这个前轮的温度减低少少。当然，在大镜上方我们一样可以看到有2颗镜头，也就是这个 ADAS 智能的安全辅助系统。除了有 ADAS 的2颗镜头，还有1颗镜头是 Toyota 原厂配给的行车记录器。这一点 good job， 不是要打广告讲70迈的行车记录器一定要安装，但是新车原厂有标配行车记录器，这一点真的很好啊。不过如果你的车没有行车记录器的话，我还是非常推荐安装70迈的行车记录器啦，因为70迈行车记录器价钱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它的 quality 真的非常好啊，非常大力推荐啊。我们来看到这一台车的后面呢，跟我的一样，车灯没有任何的改变，可是上面多了这个 HEV 的字样，一看就是 hybrid 车型了。Toyota logo 没有蓝色的框框，跟普通的Toyota logo一模一样，我以为会有一个蓝色框框，这里是没有做到任何的改变啊。Bumper 方面还是一贯的好看，我觉得这个 Vios 的 body kit 啊，怎样看都比 Honda City 来的美
美啦，这个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Toyota Vios 的 design。不过这一个位置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它现在换上了这种灰色的漆面涂装，就觉得好像原本的会比较好看一点点啊。OK， 其实这一台车啊，在外观方面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在 interior 方面也没有很明显的差别，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把这辆车开上路试驾，体验一下它最大的改变，就是那粒 engine 啊，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在那之前，我们看一下这个尾箱空间。Toyota Vios 这一次的尾箱空间呢，是有缩小了一点点，相信在画面上可以看得到，左边的位置呢多出了一块东西，这一个就是我们平时12V 的电箱啊，本来是在前面的，可是现在移来后面了，会牺牲掉一点点位置，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好啦，不是特别大影响。打开这个就可以看到，哎呀 ，full size 的 spare tire， 之前因为 Toyota Vios 没有 spare tire， 给人家骂到乱了，现在的是有 spare tire 了啦，包括我的那一台 Toyota 第4代 Vios 呢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啊，所以感觉上这个还是比较良心啊。上来这辆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 interior 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坐在旁边的这个人也是一模一样。想当年我的 Toyota Vios 第4代就是跟 Jasmine 小茉莉买的啦，之前就是因为他带我去试驾了第4代的 Vios， 觉得好驾，我又喜欢就买了。那现在又是他带我试驾 Hybrid 版本的第4代 Vios， 会不会因为今天试驾过后又买多一台车呢？不会，我没有这样多钱，但是我相信你们试驾了这辆车过后，很有可能就会想要买这辆车。试驾当然可以找我们的 Jasmine 啦。在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interior， 其实跟之前没有任何的差别，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东西。Steering wheel 没有 pedal shifter， 我的版本有 pedal shifter， 但是几年下来我好像没有用超过10次。来讲一下第4代的 Toyota Vios Hybrid， 主打的是Toyota它这个牌子就是怎样都让人比较省心，就算还是一辆 HEV 的车，可能这个 HEV 放在别的牌子的车上，你会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坏啊，很难照顾啊 ，service 会不会很贵？可是其实这个 HEV 放在一个 Toyota 这样成熟的牌子里面，你就会觉得这台车就可以让人很省心，就想买这台车。比较有信心的一个品牌，因为 Toyota 相信不管是老一辈也好，年轻一辈也好，都知道在地球上 Toyota 这个 logo 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故障率是肯定比较低，保养费也不会很贵，保值率也比较高。虽然在马来西亚保值率这个东西已经渐渐的越来越不靠谱了，不过至少它怎样都是一台 Toyota。近几年买 Toyota 的顾客，我都会问他们为什么你会选择 Toyota， 因为现在有很多更好科技的车，但是他们都会讲，我想要省心，我不想要有烦恼，我不想要花很多的钱去买更多的科技来让自己烦恼。这个每一次在我的 video 下面都会看到有一句经典老话，多个香炉多只鬼，意思就是讲多一个功能就多一个东西要顾。然后听到 HEV， 很多人可能就会想了，这样这个 HEV 也是多一个东西要顾吗？它跟 PHEV 不一样， PHEV 是有一块大电池，不仅要打油，你还要充电。这个 HEV 版本的 Vios 不需要充电的，你只需要打油就可以，你不需要在你的自己家里装什么充电桩啊，都要去 shopping mall 跟人家抢充电桩，不用，你只需要打油，它会自动帮你充电，它用 engine 来启动充电给你的这个小电池，因为它的电池是小电池嘛，所以也比较省心。就算15年后这个小电池坏掉要修回去，肯定是不会很贵的。所以我自己个人对这辆车也是有蛮多期待，包括驾驶体验。我们现在废话少说，直接就把这辆车开上路体验一番啦 ，Let's go。OK， 现在终于来到这一台 Toyota Vios HEV 版本的试驾环节了啦。在开出去之前呢，先要来讲一下这辆车它的整个 sitting position 呢，其实是跟之前的一模一样啦。Steering wheel 也是可以做到上下前后的调整，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好像它的一些表哥表弟车型啊 ，Perodua 的车型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坐姿有时候驾长途会驾得很辛苦。那这个的椅子也是可以调高调低，没有电动调节的椅子啊，还是要手动，好像 Saga 这样子啦。中间的往后镜是没有 Auto Dim 功能。然后我最期待的就是驾驶体验了，其他这种小小的东西对我来讲一模一样。我为什么讲期待这辆车的驾驶体验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啊，它终于不是在用 DCVT 了。这次 HEV 版本的 Toyota Vios 呢，它的变速箱啊是直接被拿掉了，这辆车没有牙箱了，你懂吗？HEV 是用 ECVT。
虽然它的名字还是有一个 CVT， 不过其实它是一个马达在输出动力啦。charge 电的声音其实是比 Corolla Cross 来的小声。Corolla Cross 它在 charge 电的时候是很大声。米德方面其实还是一样的啦，它是一个电子的 speedometer， 然后有一个很大个的跳字的。不过它多了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看得到它什么时候在 charge 电，什么时候在输出动力，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开的是一辆 HEV 咯。然后 Hybrid 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安静，停车了啊，它的 engine 是只听到冷气的声音。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很安静的驾驶体验啊，那这辆车就很安静，没有声音，好像死火了这样。不过隔音确实不是很好，不是讲 engine 被传进来的声音，而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U-turn radius 怎么样哦，完全没有太少旁边的线。U-turn radius 很小，这个 City Drive 一流啊，这辆车你很灵活。然后它的 steering 啊，我最近每天在驾我的 Saga 嘛，那个 steering 的那个手感啊，那 Saga 的真是不用来了。这辆 Vios 的手感它比较重手，虽然一样是电子的这个辅助 steering 啦 ，electric power steering， 可是你转起来感觉还是比较重手的，比较运动感一点点。虽然这辆不是 GRS 版本啊，它只是一个普通的 HEV 版本，不过不管是你转起来的手感也好，还是你摸起来它的这个 steering 的皮革的手感也好，都比 Saga 好很多。不过价钱打折嘛，然后 dashboard 还是一贯的 Toyota Vios。我之前会买 Vios 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 dashboard， 我觉得比 CD 的好看，也比 S70 好看啦，我觉得。然后 HEV 据说这个动力表现啊，在字面上你不会看到好像很够力这样，好像提升很多，但是实际这样加起来啊，油门反应是很快的，比起之前的 DCVT， 这个驾驶体验是真的好太多，油门反应又好，感觉整辆车变轻掉，因为有这个马达的这个输出啊，马达输出就很像驾 EV 车这样哦，你看。你一点一下油门，马上就有冲劲了。所以这辆 Vios 啊 HEV 版本，我觉得才是它的完全体啊，很好驾，比之前的好太多了。也有可能是我对这辆车期望抱太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这个汽油版的 Vios 的车主嘛，所以我太了解它的特性了。我现在驾了这个 HEV 版本的，我感觉就是它不一样了，它的这个动力输出、驾驶体验提升很多。车完全停下来的情况下，如果是之前那个油的那个版本，一踩油它就是然后还要到可能3号牙、4号牙的时候，它才可以比较平顺没有声。可是这个当你一停完，可是你一踩油它是直接有那个动力，然后它没有那个拉着的感觉。就是那个 DCVT 哦，会把一辆车的驾驶体验减掉很多分数。换上了这个 HEV 的 engine， 还有这个有马达输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可以打油的电动车。当然它不是那种大型电动车、豪华电动车，它是比较属于入门型的那个电动车的驾驶感。你还是可以听到 engine 声音，但是你踩油的时候，那个瞬间响应非常的好。虽然它的车重比普通版本的变重了，不过驾驶起来你不会觉得它变重，也不会感觉它变笨拙，反而是更好驾。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试驾这辆车。如果你之前有驾过我那一代 Vios 啊，你应该驾看这个，你就会改观，说不定你会想要买一台这样子的 Vios。但要试驾这个 Vios， 可以找我们的 Jasmine 小魔力。Jasmine 它现在不只是卖单一品牌的这个车型啊，所有品牌的车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留言置顶区那边的一个 WhatsApp link， 点击进去就可以找到 Jasmine 小魔力，它可以带你去试驾体验这辆新版本 HEV 版本的 Vios， 或者也可以去今天我们借这辆车的 showroom， 就是 MM Hill 联动这边的一间 Toyota showroom。当然这里也是有做 service， 不管你的车、你的 Toyota 是在哪里一间 showroom 买，都可以来这边做 service 的同时可以试驾车，说不定会有换车的机会呢。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我非常喜欢这辆车的驾驶体验，它肯定比我自己的那一台4代 Vios 来的更加好驾，在外观没有什么明显的提升，还有 interior 没有什么明显的提升。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辆车就是一辆没有诚意的车，不过在我看来，我是一个 Toyota Vios 第4代车主，对我来讲，这辆车它真正提升的是它的灵魂啊，就是那个 engine， 那一个传动系统，让这辆车变得更加好驾。如果讲好驾是快是有力，这样这辆车它肯定有力，这样要快它不快的。这辆 HEV 版本的车，它的 top speed 好像是150这样子吧，你要拿它来跑快，当它是赛车来开不可能。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日常通勤、省油、舒服，Toyota 100年品牌集结于一身的话， Toyota Vios HEV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我一直在讲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最完美的车，可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没有错。这辆 Toyota Vios 你们觉得适不适合你呢？我是觉得蛮适合我的啦，可惜它的价钱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点，它可以控制在10万以下，哇，完美，Honda City 就完了。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言论啦，你们个人有自己喜欢的车都可以自己去试驾，要试驾也可以找 Jasmine 小魔力。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啦，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好 ATS， 我是 Jasmine 小茉莉，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